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先分享一个案例，去年11月底，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大促，在欧洲亚马逊海淘一块容量为 12TB 的西数机械硬盘，价格在1200人民币左右。机械硬盘的计价逻辑也很简单，单价 1TB 约是100元，容量越大单价越便宜，照着这个价格买就不太容易出错。然而今天再查一下同款硬盘，售价普遍已经是2999元了，是去年购买时价格的 243%， 而仅多 2TB 空间的 14TB 的版本售价竟然达到3999元，容量越大反而单价越贵。即使在这么高的价位，很多人也很难买到现货，少数有现货的商家库存也不多了。如果你正好要购买硬盘，不必着急下单，因为很多人现在已经买不起了。这么大幅的降价仅仅就发生在过去1周之内。硬盘疯狂涨价源自一个新的区块链网络，Chia。这个很像中国签的单词，其实就是奇亚籽的 Chia。Chia 是由一个有 Bitcoin 的编写者布莱姆·克亨所创建的货币平台，对应比特币的挖矿，Chia用 farming 耕作这个词来表示。它的最大特点是利用分布在全球节点上的现有空闲的硬盘空间进行区块获取。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从项目创立之初， Chia 便被称为比特币杀手。Chia 所采用的空间与时间证明机制曾一度被视为能够替代比特币工作量证明机制，因为 Chia 不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用于挖矿。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硬盘挖矿究竟是怎么挖的，Chia币是如何运行的，炒Chia币能够赚钱吗？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Chia挖矿只需要2块硬盘，对其他硬件要求不高。按照官方文档，最低要求是一块 332GB 的固态硬盘和一块 101GB 的机械硬盘。固态硬盘用于缓存，机械硬盘一般空间更大，用于储存最终存放的 plot 文件。plot 为Chia的术语，意思是分配在硬盘上专用于挖矿的空间。安装Chia软件后，创建钱包，执行 P 盘操作。P 盘是容量证明的简称， P 盘就是要创建 plot 文件，而 P 盘的过程就是通过Chia独特的算法把硬盘写满哈希数据。P 盘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收益， P 盘结束后Chia的软件会把硬盘上的哈希数据提交到主网上去验证，最后才会分配收益。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Chia的挖矿流程就是把硬盘写满彩票号码，然后提交到主网上去抽奖。所以 P 盘的过程越快，硬盘越大，中奖的几率就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容量越大的硬盘每 TB 的容量的单价反而越高。如果你只按照最低的要求参与Chia挖矿，只用 101GB 的机械硬盘，需要10个月的左右才能挖出一个区块。所以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只用较小的硬盘来进行挖矿，遭到疯抢的主要都是 8TB 起步的硬盘，而且很多人一买就是成百上千块的批发。目前Chia还没有开启转账交易的功能，计划是在5月初上线。创始人也亲自发推特提醒，还没有上线，别被骗了。此外，Chia币目前也不打算进行 ICO 首次发币，而是计划用 IPO 的形式发行。在那之前，获取Chia的唯一方式就是贡献硬盘空间，因此Chia一开放，用户们就蜂拥而上。Chia和比特币一样，有2100万个Chia币作为战略储备，每10分钟奖励64个Chia币，3年一减半，到12年之后，每10分钟固定奖励4个Chia币。
比特币的发起者中本聪没有预见到专业硬件的出现，使如今的比特币已经背离了他一 CPU 一票的乌托邦的愿景。专用矿机集中配置在电力廉价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算力，使散户仅依靠个人电脑很难参与其中。经过多年的探索，恰的创始人克亨认为，过剩的闲置硬盘空间是比过剩的芯片运行周期更可靠的资源。恰没有使用比特币的代码，而是从头开发，使用 POC 共识机制，保证了拥有剩余硬盘空间容量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恰主网发布时的广告语就是最近的征兵站就是你的桌面，模仿了美国二战时期征兵广告。恰的另一个理想是打造更环保的虚拟货币体系。POC 不像 POW 那样对电力有超高的要求，一台比特币矿机的功耗要成百上千瓦，而硬盘也就几瓦到几十瓦。另外，恰希望大型的储存服务商在用户购买请求的储存空间之前，能通过恰来提前收回一部分的成本。企业级的硬盘一般会在运行3年后因为稳定性下降而被更换。有了恰这些下岗的硬盘可以用来挖硬盘矿，而不是进入垃圾填埋场。然而现实往往并不会和理想重叠。既然有利可图，矿工们可不会恰白皮书所畅想的那样乖乖利用闲置的硬盘空间去生态挖矿，而是大肆收购硬盘，配上强力多线程的 CPU，最快速度把这些硬盘填满 plot 文件。尽管大量的数据读写对于固态硬盘的损耗极其严重，矿工们还是为了写入速度盯上了 SSD 固态硬盘。在早期版本，生成 100GB 的 plot 文件就要消耗 2TB 的读写量，后来优化了一波，还是需要 1.4TB。机械硬盘虽然没有写入的上限，但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带来的发热也会对硬盘的寿命和稳定性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以后在二手市场上要小心像矿卡一样小心矿盘，甚至购买新盘也要小心7天无理由退货的那种。矿盘不仅会导致金钱的损失，存在里面的数据损坏更是让人头疼。除了矿工外，有利可图的还有另一个群体，就是卖硬盘的。根据噪点的报告，各地的硬盘代理商开始通过压货的形式影响硬盘供给，试图进一步涨价。因为硬盘容量大，在 POC 中能获得更大的优势，小容量的硬盘价格和库存目前来看比较平稳，但是随着需求的上涨，硬盘生产产能的不足，未来小容量的硬盘有可能会涨价，波及 DIY 市场。目前来看，靠恰赚钱的是硬盘供应商，因为挖矿产生了大量的需求，造成整个市场供不应求，硬盘价格上涨。由于恰目前还没有上线恰币的转入转出功能，恰本身没有流动性，现阶段的挖矿更多是为了囤积币值的阶段。矿工们更多的期待是恰在开始流通的时候能够升值。鉴于目前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热度以及创始人的影响力，背后投资者的狂热，我个人认为恰币的价格大概率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想要共有，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